大家好，我是台中诺贝尔眼科罗玉伦医师。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关于白内障在诊间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白内障过熟的白内障到很严重的时候，确实可能会引起青光眼或者是一些眼内的这个发炎导致失眠，最严重的是导致失眠，是有这样的机会。那白内障本身在很严重的时候就会遮蔽视力甚至连手严重到只有看到手指头几根手指头，或者是看到手在动光感这样子的事都可能会有很严重的白内障。对这样的白内障的视力也是对生活视力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因为白内障是这样子渐渐，还有很多眼科的疾病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大家可以定期的来眼科做定期的这个眼睛的检查，以便及早发现这些状况。白内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年纪老化，那当然除了年纪这个危险因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像眼睛如果说有受过伤、外伤或者是说眼睛本身有一些疾病眼内的发炎、虹彩炎、反复的发炎等等。那另外在一些用药，像是类固醇不管是用吃的、打的或者是擦的、点的，长期的使用下都有可能会造成白内障的提早产生。那还有就是现在人的这个三高的疾病，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还有我们现在年轻族群的高度近视的患者，也是容易提早产生这个白内障。目前白内障的手术一般大部分都是门诊手术所以说一般的白内障手术是不需要住院的。手术的隔天就会觉得视力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不过伤口的这个恢复比较稳定一般至少要2周前后，或者再更久一点的时间那也是视情况。那越成熟的白内障，它可能伤口的水肿视力的恢复就会再更慢，或者是它有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疾病发炎等等的话，那所以因此也在这边建议白内障手术不要等到太过成熟才去手术这样都会影响这个手术的恢复的时间。飞秒白内障手术它其实一个完整的称呼应该叫飞秒白内障前置手术。那它还是会搭配我们后面用超音波的这个探头去把这些碎合后的这个水晶体吸出来那它因为用这个雷射先把我们的白内障进行这个批合、碎合的动作，可以大大的减少之后这个超音波能量的使用，就是可以在一些比较成熟、特别的 case 可以大大的减少内皮细胞的减少，保留更多的内皮细胞避免这个眼角膜水肿。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伤口跟视力有一个比较快跟好的恢复。那这个飞秒白内障还有就是帮我们做这个前囊的撕膜，它可以用这个机器光学的这些定位的方法，可以就是做到一个完整的正中心正圆形的一个撕囊。还有这个在角膜的切口可以做一个精密的一个3层的层次的一个切口，这些都会有助于手术的恢复。白内障超音波乳化的这个超音波的探头的能量会造成我们眼角膜的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受伤，内皮细胞数的减低。眼角膜的这个内皮细胞从出生之后呢，这个数量它就像我们的神经细胞，它就是没有办法再生的。随着老化或说受伤或者是这些手术掉一点，那它就会慢慢的减少，不会再增加。那我们的内皮细胞数如果掉到了一般是到了500以下它就会产生持续性，就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的眼角膜的清澈透明，就会有一个眼角膜持续长期的水肿，甚至就是视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影响。那所以这个内皮细胞的保留尽量的去保护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很多的一些眼科的一些器械机器越来越进步都在讲
可能用更低的能量啊，或者是说一些保护内皮细胞的一些粘痰剂来保护内皮细胞。那在这些很成熟的白内障呢，如果我们光是用超音波的话，我们就需要用这个超音波的探头一直去单纯用超音波的能量去把这个白内障来把它震碎，然后再吸出来。那如果说有这个前置的这个飞秒板，先做一个切割的话，那在超音波探头要去吸它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很轻松，用很低的能量就可以把碎合过的这些碎块把它洗干净。这刚好最近有一个就是手术前，因为他近视大概1300度的患者，那他另外一边的眼睛就因为视网膜的一些疾病啊，视力变得比较差，他就靠一个眼睛在看，那他就很慎重这个眼睛的手术这样子。那手术完毕之后呢，他除了处理好他的白内障之后呢，他近视从1300度大概恢复到了剩下50、75度左右这个 range， 那他就很开心，因为他一般我们开完白内障，我会帮他包起来，那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视力非常的差。他包起来，他就那天就都要人家牵着才能够去洗手间啊，做吃饭所有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把它包起来，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他的这个术后的照顾。那他就是说他当天晚上就可以看清楚，因为刚开始玩到还是有点水雾感，他就说他当天晚上就看到清楚啊，不用戴眼镜。然后隔天来，他就非常的开心，因为除了他的白内障解决了视力变好之外，他之前这个1000多度的这个眼镜他不用戴了，他就直接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白内障可以同时处理这个近视这些问题。那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眼科的这些技术医学的进步，我们还可以处理这个散光啊，高度的散光，那甚至还有老花的问题。那就是可以跟医师讨论，看你的生活的需要，还有你眼睛的本身的这个条件啊，来讨论说你要装哪一种的水晶体，那包含这个多焦点，那连这个老花的问题一起解决，也是目前很多人在所选的一种选择。白内障手术之后，我们的眼睛还是要定期的来回诊检查。那白内障本身它这个水晶体是不会说再长出来。不过呢，有可能在手术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些视力下降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叫做这个后发性白内障。白内障手术的过程是把这个水晶体的内容物啊，把它吸干净，然后把我们的人工水晶体保留下这个外面的这个囊袋。好，那把这个人工水晶体放入这个囊袋，那这个囊袋它会随着这个时间，它会有这个囊袋增生纤维化的一个反应，那就会本来像保鲜膜这么透明的这个囊袋，那可能会变成像我们一般的那种白色半透明的塑胶袋这样遮遮的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再做一个处置治疗，雷射把这个囊袋造一个缺口，让它不会遮蔽到我们这个瞳孔的正中心。那这时候的患者的视力就会又恢复到像刚开完手术一样啊，没有遮挡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叫后发性白内障以外，还有很多像青光眼啊、黄斑部啊，各式各样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个之后的视力的状况，所以还是要依照每个人当下，还是要回来眼科做检查，才能够做出最正确的治疗跟及早的发现。因为在更换水晶体这个手术的步骤，其实是比第一次开白内障手术可能还有在一些更大的风险，困难。那看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囊袋跟这个水晶体已经结合得很紧密的话，那要去做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是有更大的困难跟风险。因此，一般我们就没有建议说再做一次的手术来做更换水晶体的动作这样子。那所以要去了解，知道说它到底是哪样子的状况，
是他不满意的，可能跟主治医师讨论，那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来帮助他做一个解决。近视雷射术后是可以开如果再有白内障的产生，当然可以再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的族群在以前呢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就是说在开白内障之后，它的水晶体的度数的计算如果是在之前是做这个近视的雷射PRK、LASIK 这样子的雷射术后，在以前常常我们如果依照以前的这个计算的方法算出来的这个水晶体，往往放进去之后才发现哇，结果出来是一个高度远视，有300-400度、400-500度的远视这样子的情况，大概是10多年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随着这个仪器技术还有这个公式的这个进步，那现在几乎在雷射术后，像 LASIK、PRK 这样子的雷射术后的公式的计算，都已经比之前进步的准确的非常多了。比较新的光学型的这个水晶体度数的测量的仪器，大部分都有内建专门针对做过屈光手术之后的这个公式，所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仪器的话，帮我们更方便准确的来测量近视雷射术后的水晶体的度数。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通常会希望他的血糖在控制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避免说手术完毕之后是不是这些视网膜的状况，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状况的恶化或者是说让我们这个原本的非常好的手术的效果来打折扣这样子。那另外在一些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我也会希望他可以跟那个内科医师讨论，可以停个几天是不是可以这样允许他的病况在他内科疾病稳定的状况下。那另外手术前要注意的事情，因为现在在大家会装这些多焦点的水晶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生活的需求，有没有在看手机、看电脑，还是说写文书、化妆、画眼影、画眼线贴睫毛这些看近的东西，有这些需求吗？那要很了解自己的这些看远看近的需求，在跟医师讨论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个符合你欲求的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这个一个设计的水晶体因为我想在现在的白内障手术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手术后我想一般的这个照顾就是避免这个伤口去碰触到水，不要去揉它一个保护罩，那定期的点药水跟回诊依照医嘱来，医师根据你的病情的情况来回诊，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术后注意事项。首先就是可以分成病患的生活需求，生活上是不是常常需要看手机、写文书，或者是他在化妆的时候希望可以直接看着镜子就可以自己画眼线贴睫毛贴，因为如果戴个老花眼镜就没有办法去贴这些动作嘛那或者是他长时间他在上班的时候需要看电脑，做电脑的这个工作一上班就是几个小时，7-8个小时，那所以看他近距离、中距离、看远这些视力的生活上的需求，那他是不是希望在趁着这次手术之后他就可以一并解决这些老花，不想要再戴眼镜看他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另外就是看他本身的条件自己身体的眼球条件这些 O 不 OK 这样子来多方面的综合的一个判断。那另外还会根据说是不是有夜间开车的需求，如果说有眩光的干扰，他会不会非常的敏感，这些来评断。有些人他没有在开车，也没有夜间开车的需求，那他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就是怕说有多焦点之后水晶体这些光干扰的现象的产生。目前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水晶体就是有多焦点还有散光、老花。那散光跟老花其实是可以合并的。那
所以说，可以同时有闪光的功能的多焦点，也有这样子的产品。好，单焦点的这个镜片，譬如我们如果把它设计成看远的很清楚，那它看近的就是一般老花就会比较明显，需要这个在看手机啊、看小字的时候都需要再戴老花眼镜。那也有人就是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说，我看近的清楚，可是呢，在看远的时候，你就需要再有一个近视的眼镜，叫做单焦点的镜片。那它就是需要在眼镜看远看近没有办法两个兼顾，不过它的这个视觉光学上的这个品质是比较没有光干扰，尤其是在有需要夜间开车的人这样子的单焦点的镜片的话，特别是有合并矫正散光完毕之后，它的这个光干扰就更少。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延焦段，延焦它大概是从远到中近一点点的这样的距离工作清楚的焦段，其实也是可以跟着医师的设计保留的度数的不同，让它这个延焦的 range 有不同的范围。比如说它可以把远的这个保留一点点度数的话，那可以让它再往近的地方再看更近，那远的话它还是在那个满意的一个范围以内。再来就是这个三焦段，就是远、中、近，或者是叫做全焦段的镜片。它就是兼顾了这个远、中间电脑啊，或者是近距离啊，在看这个手机看一些小标签的时候，大致上都可以兼顾得到。那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水晶体的设计一般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眩光的问题，其实也会有一些改善，在不同的品牌的设计上，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程度，所以因此这些所谓的光干扰这些也没有变成那么一个绝对的一个禁忌了。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它是在水晶体这个位置。那水晶体就是我们眼睛的这个第二个镜头我们第一个镜头是前面的这个眼角膜，第二个镜头就是我们的水晶体。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去把这个混浊不透明的这个水晶体换成这个透明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在这边。那这是我们手术的位置，就是针对这边。那我们这个一般这个飞蚊症人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晶体的后半部，这是叫做玻璃体的位置。它是一些玻璃体的老化、异化，还有一些玻璃体的一些细小的纤维粘着的附章被脱落之后，在那边飘的这些物质纤维，看到这些飞蚊症。所以我们手术是不会动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区块，因为我们就是手术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去保持这个白内障这个水晶体这个囊袋的完整性才能够在我们术后成功的去装入这个人工水晶体。那所以呢，不会再往更深入的这个玻璃体这个区块去做处理。那一般这个飞蚊症，事实上我们也不会说用手术去处理它。一般的飞蚊症只是一个良性退化型的飞蚊症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观察追踪就可以了。那不需要说特别去动手术这样，因为飞蚊症如果没有影响视力，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它只是一些视觉上的干扰。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观赏，那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我是台中诺贝尔眼科罗玉伦医师，下次见。